无畏曲折迷离 ，K 姐吉他蜜。大家好，我是 K 姐，欢迎回来。在之前一期关于外星高科技的视频中 ，K 姐给大家介绍了故事的主角，来自罗马尼亚情报机构的拉杜·西纳马尔的神奇冒险故事。我们讲到了他利用外星全息技术看到地球横切面，还发现了通往地底世界的秘密隧道。本期视频我们就接着聊一聊拉杜所记录的罗马尼亚情报局 SRI 对地平说的研究。一提起地平说，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是一种早就已经被淘汰的假说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。据悉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超过100万人是地平说的坚决拥护者，其中还不乏一些知识分子。他们不断地试图证明地球是个平面，并且对所有表明地球是球体的证据不屑一顾，非常偏执地认为那些证据都是政府捏造出来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拥护地平说呢？这背后真的另有隐情吗？对此，拉杜又在《失落的地球真相》中做了怎样的解释呢？我们首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作者拉杜·西纳马尔和拉杜的老师塞萨尔的来历。这一切要从上个世纪一个专门研究超自然现象的特殊部门说起。这个特殊部门被称为0号部门，是冷战时期罗马尼亚建立的一个处理超自然现象的部门。它的建立者是一个超心理学家，外界称呼他为西恩博士。西恩博士有一个得意门生叫塞萨尔·布莱德，他后来也成为了一位超自然学家。拉杜就是因为受到了塞萨尔的委托，而把他们所经历和研究的部分超自然现象记录了下来，并且已经写作和出版了6卷英文版本。直到现在，很多人还在期待他的第6本书的中文版本上市，以此来了解更多的地球真相。而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地平说的真相，就是来源于该系列丛书的第6本《失落的地球真相》。拉杜在整理档案时，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名为“地平参考资料”的活动。虽然他听说过这个活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些波澜，但他从未想过这会成为0号部门的一个主题。难道这和超自然现象有什么联系吗？于是拉杜找到了尼可拉中尉，想向他询问这件事。尼可拉中尉是拉杜的同事，曾接替塞萨尔担任了部门的主管。他告诉拉杜，这些信息来自于罗马尼亚情报局的另一个运营部门。尼可拉中尉解释说，这一信息传到0号部门的唯一原因，是因为地平说在世界上引发了异常的现象，它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淘金热。在他看来，这种反常现象唯一的优点是，如果我们考虑到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目前拥有的科技，它可以让你无言以对，甚至处于震惊的状态。据历史记载，早在古埃及时期，地平说的雏形就已经出现了。那时的世界被描述成了一个漂浮在海洋上的大盘子，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进步，地球是一个球体的概念早就已经刻在了很多人的骨子里。让尼古拉意外的是，地平说在21世纪依然有着一大批的拥护者，并且还有着很大的增长空间。现在的很多地平论者认为，北极才是地球的中心，而多数人认为，在最南方的南极其实是一圈巨大的冰墙，把所有的大陆都包围在中间。因此，我们平时所谓的环游世界，其实都是在这个巨大的冰墙里。对此，尼可拉中尉表示不解，并提出了批评。他认为，几百年前的偏执和科技的落后，使普通大众的知识相对比较缺乏，这可能使人们的头脑变得不那么清醒。但在21世纪，地平说仍然拥有上百万名拥护者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。然而，即使是最离奇的现象，0号部门也要进行研究，并且至少要搞明白地平说的支持者究竟是怎么想的。拉杜听取了尼克拉中尉的想法后，也对这一现象产生了兴趣。于是他在当天晚上利用塞萨尔的空闲时间，与他分享了地平论的问题，更多的是将其作为社会案例来介绍，而不是一个研究方向。以下是他们的对话内容。究竟是什么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坚持地平说的各种论据呢？
对此，塞萨尔是这样解释的：地平说追随者人数增加的机制与人类的隔离有很大的关系。这里的隔离大意是指人类好像被分成了2个不同的类别，但这种分离实际上是由每个人的意识水平所决定的，这与他们的振动频率直接相关。塞萨尔在后面也多次提到了振动频率这个词语，并且说地球也拥有着自己的振动频率。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，地底有一个城市叫阿佩洛斯，来自地底的那个阿佩洛斯人对作者透露说，我们的现实存在着维度的划分，即物理层、以太层、星光层和因果层。更确切地说，造出的层面是由它们特定的振动频率来区分的，每一个都落在一定的范围内，但是它们与物理层面共存。这种现象就像在同一个空间共存的无线电波，它们不会混合，但只要收音机切换到特定的频率，就能够触及得到。我们都知道，石英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。当给石英外加一个变化电场时，石英晶体就会产生机械形变，从而产生振动。而地球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大的天然的石英石，因为硅元素在地壳中含有较大的比重。我们知道，地球的南北磁场就像一个天然的电磁场，因此在此基础上，地球就会生成天然的振动频率。塞萨尔认为，只有当人类与地球的振动频率相同步时，人的智力才会得到激发。因此，人类的振动频率可以用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具有进化的潜力。塞萨尔继续解释说，地平说之所以能够拥有那么多的拥护者，首先是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暗中支持，其次也受到了很多过于保守并且反对进步的人们的支持。他表示，地平说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好的控制方法，它能让人们脱离现实，让他们做无稽之谈的梦，支持他们的幻想，并鼓励他们进行投射。因此，地平思想的追随者不但会非常坚定地拥护它，还会寻求与其他的地平说追随者的相遇和聚集，甚至将自己与他人分开，因为他们会把不相信地平说的人都看成是被谎言欺骗的傻瓜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确信自己才是真理的发现者，地平说才是唯一的真相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塞萨尔也感到有些难过。他觉得这些地平说的拥护者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不愿意从中走出去。在这里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由地平说追随者所创建的著名组织——国际地平说协会了。该协会早在1956年就由英国人塞缪尔·申顿建立，并在2004年又重新活跃起来。这是由于新任会长丹尼尔·申顿开始利用互联网，让世界各地的成员能够彼此交流。在地平说协会的带领下，几乎全部的地平说支持者都认为 NASA 与其他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欺骗了大众。他们认为 NASA 篡改了卫星影像，捏造了大量的虚假证据，并坚持认为是政府屏蔽了真相，只有少部分聪明的人才能看出真相。他们甚至总结了200多个能够证明地球不是球体的证据。听了塞萨尔的话，拉杜也有些沉默，但塞萨尔接下来的一番话更让他感到震惊。塞萨尔告诉拉杜，地平说的追随者严重倒退回了中世纪，因为这些人已经无法进化了。相反的，他们回到了一个更陈旧的意识状态，并且更接近他们真正的意识水平。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人无法进化呢？塞萨尔是这样解释的：因为他们吸引到事物的当前状态和地球更高的振动频率无关，这一特征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。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，塞萨尔认为地球上存在着一类无法继续进化的人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他们的振动频率和地球的振动频率不再保持同步了。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书中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，并且作者拉杜还曾表示，自己之所以在书中用1章来讲述地平说问题，只是想简单的和读者讨论一下而已，并没有深究的意思。拉杜在最后问了塞萨尔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：我们倒退回中世纪了吗？而塞萨尔的回答也十分的耐人寻味。他说，我们没有，但对于已经退化的那部分人来说是这样的。
其实，不管地平说流行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部分人类出现了倒退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很多地平论者已经把地平说当作了一种信仰。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对地平论者的采访，才了解到，在他们看来，地球是平的，就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更有意义起来。因为如果地球是平的话，那月亮和太阳都是因为地球而存在着。一旦这么想，地球就成了宇宙的中心，进而人类的生命也会变得更加有意义起来。但如果地球是球体，而且还不停地以107000米每小时的速度在宇宙中毫无目的地飞行着，这在地平论者的眼中，地球就像是一粒尘埃，那所有的一切，包括地球上的生命，都显得毫无意义。因此，真正的地平论者其实都是希望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，从而将地平说视为一种希望自我是宇宙中心的信仰。拉杜对地平说的流行保持着一种悲观的态度，因为他不仅通过人类的科技了解到地球外表的形状，还通过与地底人的接触，并利用他们的高科技看到了地球的横切面和内部，这更让他担心地平说对整个社会的消极影响。当然，我们无法确认拉杜书中所描述的经历是否属实，但拉杜本人曾表示，写这本书只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人类历史的真相和根源。无论如何，地球是圆的，是毋庸置疑的。